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5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887，收盘价是865.65，盘中最高是在888，最低是到达了843.10。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4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430.10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8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双线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保持现有的下行走势。MACD 开口不变，双线继续下行，那我们也会看到出现了较前一日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继续维持现有的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6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是一个下跌的 K 线。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5% 以上，下方留有下影线，但其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那这样的 K 线说明是当日是空方强。那开盘即是最高价，然后股价是一路下跌，但是呢，由于多方力量的出现呢，股价被拉抬到现有的收盘价。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那从分时图我们也会看到，也是开盘即是最高价附近，然后股价一路下跌，然后又迅速被拉抬到当日的最高。然后震荡下行，最后收在现有的收盘价附近。对，那这样的一个分时图呢，完全符合这样一个 K 线的定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当日的这个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盘整向上突破的回档中，然后又出现了下跌的一个位置，那说明股价在当日是继续下行，在下方去寻找支撑。那并且我们会看到，在5月6日当日的这个 K 线出现了较前一日的一个新低。但是呢，收盘价没有跌破重要的支撑，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年线，对，那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可能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它需要次日股价的走势来进行确认。那也就是说，在次日如果是股价是高开高走，那并且呢最低价不跌破前低，对，那么就可以确认在5月6日的这个 K 线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当然也不能排除对股价会继续下行，然后寻找支撑，继续生成一个含有下影线的一个下跌的红 K。 好，那以上呢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我们会看到在5月6日的这个 K 线依然是在我们定义的945和下方848之间，在这个区域内，那
我们也会看到，在5月6日的这个收盘价，并没有回到我们定义的这两个这是头高底高的一个短期的叫做多头的一个架构，并且在当日出现了新低，新低呢跌破了，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上行趋势的底高的这个高位的这个低点，也就是5月2日的这个最低。那这样一来，这个短期的上行的趋势已经就被瓦解。好，我们去除这两条辅助线。然后我们再来看，那目前的股价呢是在848和945这个区域之内，并且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端的一个位置。那这样一来，我们先看看股价的下行。那如果说股价在5月9日开盘之后是继续下行，那么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要创新低。创新低就是说破前一日，也就是5月6日的这个最低，就是843这个位置。和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一个前低，也就是4月28日的这个最低是821。对，它的目标最低一定是要突破这两个最低，然后呢，收盘要跌破，至少要跌破这个843这个位置。那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股价才可能会在后续的交易日有可能会继续下行。也就是刚才我们描述的是，它如果是下行，这是它的目标。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来调整一下水平线。对，我们把现有这个水平线调整到5月6日的最低843。好，那我们看看股价如果要完成这两个目标，那它的支撑在哪里？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调整的这个水平线前低843，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日 K 线和这个2号趋势线的交点是在，我们会看到是在837这个位置。好，那再向下我们会看到是821。好，那再向下呢，我们会看到前低，也就是说在3月14日这个最低，也就是下方的756。那我们说，如果股价在5月9日下行突破了这几个支撑，它的目标一定是指向756。好，这是下行。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也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在这样一个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如果它是连续出现，我们会看到在之前也是一个含下影线的一个长红 K 线。那这样的K 线如果连续出现，它也是一个止跌反转的信号。那也就是说，在5月9日如果是开高走高，并且呢收盘收在高处，那就可以确认5月6日的这个 K 线呢是一个止跌的一个 K 线。那我们来看上方，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反弹向上，上方945，我们会看到是5月5日的这个最高，那它将是一个压力位，也是一个标志。那这个压力是一个强压力。如果后续股价反弹不能够站上这个945，那股价很可能还会出现下跌。那也就是印证了这个再次上行遇到945下行，我们会看到会建立一个新的头低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那
对，好了，那我们再来看，那股价如果上行想要站上945呢，我们会看到它有很多的压力位。首先我们会看到有10均值、5均值、60日均线值，包括我们会看到还有新生成的这个20均线值，都是上方的压力。所以说，如果股价反弹要站上945呢，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多方力量的一个推动，才能够突破945。好，这是上行。那我们再来说说盘整。那盘整呢，我们需要等待这个股价的一个反弹。对，那股价如果反弹，我们刚才说了，如果反弹再次下跌，例如股价反弹之后呢，碰到945，然后呢出现了回档。那请注意，出现回档有可能会继续下跌，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只要不跌破下方的这个843，也就是5月6日的这个前低，然后再次出现反弹，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股价后续啊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要进行盘整。好，那基于上面我们分析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843和下方的这个821，这两个水平线呢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标志。那也就是说，它将决定股价后续是反弹、盘整，和上行，还是说出现下跌？对，好，以上呢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5月9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说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5月6日的最高，也就是888这个位置是第一个压力位。那然后呢，上方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90到892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900到904之间。那再向上我们会看到是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是在929附近。那再向上就是这个945，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强压力位。当然它也是上行的一个标志。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支撑位。那当日开盘之后，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年线值，也就是855这个位置，然后是我们画的这条水平线，也就是843。再向下就是这个2号趋势线和当日新生成 K 线的交点是在837附近。好，再向下是821这个位置，也就是4月28日的这个最低。然后再向下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是756。那我们想这样说，就是一旦跌破了821啊，下方这个区域啊是非常空旷的。那任何一个点呢，都可能成为这个股价的一个支撑。好，那基于以上的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5月9日股价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呢，都是反弹。那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反弹，那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股价呢最低会回踩到865，然后最高会到达930，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920附近，这是我们认为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然后呢，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反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对，低开盘之后，股价最低可能会下探到845，
然后最高会到达910，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900附近。好，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9日走势的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